大家好，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们你在哪里听我们的播客，现在是什么时间？也许你来自美国、越南、泰国、缅甸、日本、韩国等等，都可以写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。这也是一个练习中文的好方法。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个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故事，就是兔子和乌龟赛跑的故事。可能你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，可是我想用一种更轻松、更生活化的方式和你聊聊，因为这个故事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很有关系。从前有一只兔子，兔子跑得非常快，它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、很聪明。乌龟呢，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很小，可是它从来不放弃。一天，兔子和乌龟决定比赛跑步，大家都笑了，他们都觉得乌龟一定会输，因为兔子太快了。兔子也很骄傲，他说：“乌龟，你走得那么慢，你怎么可能赢呢？”乌龟只是笑一笑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试一试吧。”比赛开始了，兔子像风一样的跑出去，很快就跑得看不到影子了。乌龟还是一步一步慢慢走。兔子回头一看，发现乌龟离自己很远，就觉得没有压力了。兔子心里想：我太快了，乌龟怎么可能追上我？不如我先休息一下。于是它躺在树下睡起觉来。乌龟没有停，它虽然慢，可是它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太阳从天上慢慢走到西边，兔子还在睡觉。乌龟一步一步走过草地，走过小路，最后走到终点。等兔子醒来时，它发现乌龟已经赢了比赛。这个故事你一定听过，但今天我想说的不是故事本身，而是它给我们的启发。生活里，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像兔子一样呢？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很快就放松了，不努力了。比如学习中文的时候，有的人一开始学得很快，记得也很快，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会很厉害。可是后来他开始偷懒，不复习，也不练习口语。另一位同学可能学得比较慢，每天只学一点点，但他每天都坚持。最后，谁的中文更好呢？常常是那个坚持的人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。以前我也觉得学外语很难坚持，总想找捷径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每天哪怕只学10分钟，日积月累都会有很大进步。就像乌龟一样，慢一点没关系，但一定要走下去。你呢？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？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比如一个人很聪明，他做事很快，可是他常常觉得自己不用努力，也不用认真。另一位同事可能不那么快，但他很认真，很踏实。最后，老板更信任谁呢？往往是那个一直坚持努力的人，因为速度快不是真正的优势，稳定和坚持才是。我们再说回兔子，其实兔子并不是坏，它只是太骄傲了。生活里，骄傲有时候让我们忘记努力，就像运动一样，有的人跑步很快，他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就不再训练。另一位同学虽然一开始很慢，但他每天锻炼，慢慢身体变得强壮，最后反而跑得更快。生活里还有很多例子，
比如你去健身房，有些人第一天很有热情，锻炼2个小时，流很多汗，觉得自己一定会变得很强壮。可是第二天他太累了，就不去了。第3天他也不去了，结果1个星期后，他完全放弃了。而另一位同学每天只运动20分钟，不多，但他每天都来，慢慢的，他的身体真的变好了。这就是慢而稳的力量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慢是不是很不好呢？其实不然，慢有慢的好处，慢可以让我们看到路上的风景，让我们有时间思考，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得更稳。比如学一门语言，你走得慢没关系，但你每天坚持听，坚持说，你一定会进步。再说乌龟，乌龟虽然走得慢，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，就是坚持。坚持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做起来很难。每天做一点点，不管多忙都不放弃，这才是最难得的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比如准备考试，每天只背5个单词，坚持3个月，你就能背很多单词。可如果你第一天背100个，第2天就觉得太累了，可能第3天你就不想学了。我还记得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学吉他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一开始他很着急，总想一天学很多，可是很快就放弃了。后来他换了一种方法，每天只练15分钟，不多，但每天都练。半年之后，他已经能弹很多首歌了，别人都很惊讶，可是他自己知道，这就是坚持的力量。所以，兔子和乌龟的故事不只是给小孩子听的童话，它其实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提醒。不要太骄傲，不要太急，也不要因为自己慢就放弃。重要的是，每天往前走一点点，不停下来，这样我们就能到达自己的目标。在生活里，我们也可以记住一句话：慢慢来，比较快。你可能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其实它告诉我们，慢不是坏事，只要你坚持，最后你会发现自己真的走得更远。最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的生活里，你是更像兔子，还是更像乌龟呢？也许有时候你像兔子，有时候你像乌龟，但没关系，只要你记得，不管快还是慢，坚持走下去，你都会有自己的收获。所以啊，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。我希望当你下一次觉得自己太慢的时候，能想起乌龟。别担心速度，重要的是方向和坚持。当你觉得自己很快的时候，也别骄傲。记得兔子的教训，生活是一场长跑，不是短跑。慢而稳，才能真正赢到最后。